以为吞了魔丹就能成为魔主？别妄想了，迟早你会变成我的傀儡。怎么回事？我刚刚不是在殿内休息吗？怎么到了这儿？阿燕，司马昭，天野，你为何要杀了牛三？一牛三，搅动仙魔动荡，世间便会有怨念。阿燕体内的魔种内丹才会变得更强。只有如此，才能杀了司马昭。我和阿燕之间才不会再有阻碍。待仙魔大乱，廖廷彦便是我有眼的傀儡。诸位魔将，你们都听见了吧？原来他才是罪魁祸首，不杀你，难平兄弟们心头之恨。杀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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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竟带人来偷听，真是卑鄙！但那又能如何？廖廷彦已全然被魔气控制，司马昭你能压制一时，不可能压制一生。廖廷彦，起来，杀了他！阿燕，师祖。廷彦，是我，廷彦，醒醒！廷彦，怎么回事？廷彦，我没有伤到你吧？没有。阿燕，现在的你是幸福的，对吗？如此也好。父亲，阿燕，对不起啊。如今他已修为废尽，时日不多，此事便了了。是。老规矩，
终究难的。请客喝酒。师祖，我在胭脂宫那边得知，有人要查您的踪迹，幸好是入林，偷偷助我逃了出来。啊！这是追踪术，我被人算计了。不然你以为石千里为何放你回来？原来他们是为了通过我找到师祖。师祖，念九为师祖惹下了这样的麻烦，实在是罪该万死。别说废话了，走。师祖，有法阵。别藏了，出来！啊！师祖，得罪了。就算我受伤未愈，你们这些手段也太弱了。师祖是不是之前受了重创，还没有痊愈？回去禀告你们的掌门，司马娇并未和你们交手，他在逃出法阵后，你们便跟丢了他。可师祖为何要放走他们？那些傀儡人可替我在尸氏地盘感应司马氏血脉，寻找那灵火的下落。他们更是我选中的火把，待时机成熟，他们可便为我点燃我埋下的暗火，完成我计划的最后一步。此事务必对叶若灵保密。好的。这追踪术怎么会被解开的？弟子无能，眼睁睁看着司马娇解开了法阵与追踪术，然后消失了。他没有发现你们？弟子们隐匿行踪，并未与其交手。是。这样也能让他逃脱？旭儿，之前让你去查找日晷塔是否有可疑之处，可有查到些什么？目前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。你去查一查，看看内府中是否有内应。是。直播看多了也没意思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唉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最近术法学的太多，记差了？我去看看书，查查资料。你要查什么？我可以教你。
你还知道回来？你刚刚画的是什么术法？这个叫颜文字，我的专属密码，可爱吧？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啊？你得意什么？我可没有在等你。你不在的这些日子，我有课呢我就上课，没课我就出去买点心、买衣服、置办家具，我滋润的。别担心，这样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。你要是身体不舒服，你就不要让自己这么累了。不必担心我。明日我会在学府多待些时间。你说不出去，真不出去了，是为了陪我？你喜不喜欢热闹？再过几日，便是庚辰仙府万年以来最热闹的时刻。是庚辰仙府的什么节日吗？不会是要约会吧？还有点小鹿乱撞呢。不是节日，但我会让它变得值得庚辰仙府纪念。哦，懂了，原来是搞事业呀。好了，小鹿一下摔死了。你不是说只有我心情激动的时候，你才能听到我的心声吗？你觉得你刚才的心情不够激动吗？怎么了？生气了？本人已睡着，请在低声后留言。低。你这人笑点真的好低呀！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就知道拿我寻开心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摸鱼。哪个社畜不爱摸鱼啊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吧？谁说我不知道？去吧。去哪儿啊？不是你说想摸鱼的吗？费这么大劲儿来摸鱼，我不去。为何？这里的鱼是最好的。下水抓鱼这种劳心劳力的事儿，我不干。也不过如此。摸吧。
哇，摸鱼啦！你也太懒了吧，自己喜欢摸鱼，却要别人抓到你面前才肯摸。这片湖名为云空镜，这个就是运灵飞鱼。它们吃的食物都是用最精纯的灵气汇聚成小颗粒的。这么金贵，那这鱼我可摸不起。我们赶紧把它放回去吧。可我听说，这冰蓝鱼能美容养颜。那得摸。等你摸完以后，这鱼还能烤着吃掉。在别人的地盘摸鱼是不是不太好啊？不过有师祖你撑腰的话，这一条鱼是不是太少了？难得我主动下厨，牌面得安排上吧。怎么就你能抓到那些鱼？这个才叫摸鱼。什么都不做，反正我是什么都不做了。谁能给我抓到好多鱼，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。我超喜欢、超崇拜的。会抓鱼的男人也太帅了吧，好让人有安全感。能抓到的都是超绝厉害。别废话了。辛苦了，过来我给你擦擦汗。这点小事还不至于让我出汗。来嘛。你蹲低点。这些鱼别都烤了，给我熬个汤吧。你要吃啊？我自己抓的鱼，我不能吃啊。能，是什么让不爱吃东西的祖宗开口要吃了呢？是你这能美容养颜的鱼呢，还是我这个咸鱼呢？脱嘴。人间美味，不对，仙界珍馐。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鱼啊？外表酥脆，内里软糯，又鲜又香。你的汤好喝吗？你自己尝。简直好喝的舌头都要掀掉了。
好喝。他应该登上舌尖上的仙府，能让不爱吃东西的祖宗都觉得好吃。原来是因为这里的食材真的很好，我随便这么一搞都这么好吃。明日我要继续出门，用你的话说，就是搞事业。此行需费些时日，你要是有任何想带的，随时跟我说。你放心吧，我还有你给我的流光镜，你安心去搞事业吧。那司马交在暗，而我们在明，想找他实非易事。师掌门，您最看重的云空镜湖中的鱼，被人大肆夺了。什么？是何人所为啊？这是那贼人在湖畔剩下的。这是庭燕极寒之体的痕迹，看来他的修为比从前更进一层了。我的鱼，哎呀，咱们这个庚辰仙府是越来越乱。师掌门，你的这个运灵飞鱼自己都舍不得抓吧？鲜少见你跟我们大家分享。哎，这下可好了，哼，被一个无名的毛贼给偷了。唉，这形势如此乖张，谁呀？司马交？哎呀，他司马交不好好养病，跑你眼皮子底下来偷鱼。我们八大宫现在正在全力寻他，如果真是他做的，那这份自信也未免有点大了吧？就是嘛，这运灵飞鱼吃了对养伤也没有太大作用。他司马交脑子要是清醒的话，也绝对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到你这儿来抓鱼啊。就凭他的个性，着实也难说呀。如果是司马交为了庭燕才去云空境，就说得通了。来人！少公主，今日怎么没有送人进来？少公主，今日因师祖那事，各派加强了防备，符合您要求的女弟子恐怕有些难选。你明知我炼制功法极其耗费元神，为何不早早准备好？少公主息怒。你近日不是刚入结丹吗？应当是最为滋养吧。少公主饶命！少公主饶命！初回，娘，初回，你这是在何处寻得的邪魔妖法？娘，这个是我好不容易才寻来的秘术，不然的话，没有师祖的赏赐，我又怎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步入化神呢？但是少公主，你也知道，速成之法也会伤到你的，所以我才要找这些弟子来进补啊。娘，你放心吧，我寻的这些弟子啊，都是些不起眼的弟子，就算他们死了，都不会有人发现的。那我怎么会知道呢？近几日我就听到传闻，你在吸食女弟子的修为，恐怕没有多久，其他的宫门也会找上你的。我堂堂一宫之主的女儿，竟然研习邪魔妖术，你让为娘如何自处啊？但是娘，您是一宫之主，就算被别人知道了，又能怎么样？总不能让我半途而废啊！公主，不如让少公主去那洛河仙坊转转，一来散散心，二来
那里地势偏远，都是些外府门派，真有什么事也不敢闹到仙府中来。洛河仙方，那么远，有道理。就这么定了。内府若是发生任何事情，你也可以逃过一劫。娘，能发生什么劫难呀？我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。就这么定了，你早日启程吧。娘。今日不知为何，总觉得烦躁，胸口闷得慌。不如出门买，疏解一下。咱们出去逛逛，零食预算管够，今日一定要满载而归。好的，小姐。小姐，云衣绣户那边说您前几日订的东西已经做好了，我们是否先去那边看看？这么快？好，那就先去云衣绣户。小姐跟公子真是兄妹情深，特地为他定制法器。总是收他礼物不回礼，也怪不好意思的。走吧。雍小姐，多日不见，快里面请。来，请坐。小姐，你慢用。雍小姐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已在法器上刻好了纹样。东西做的不错，不愧是洛河仙方最有名的铺子。小姐，我们这儿除了珠宝饰品、衣料，也都是上品。近日店里新来了一批布料，您来都来了，要不拿给您看看？您稍等。雍小姐，您请看这缎花锦。这花锦的图案可不是普通的花，此花名为日月幽檀，可了不得。庚辰仙府最负盛名的司马一族，想必您应该知道，这日月幽檀便是那些大人的半生花，很少有人见到此花的真容，而这花纹可就我们云衣绣户才有。这花的形状好像不太对，料子倒确实挺好看的。雍小姐，您见过日月幽檀？日月幽檀那种稀世名花，我这种普通人哪里能见得到？我是想说，这花的样式倒是挺新颖的。这花锦向来难求，我们云衣绣户每年也才得10几匹，从来都是供不应求。看在你这么卖力介绍的份上，这些我都要了。好嘞，您稍等。缎花锦。雍小姐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这日月幽檀缎花锦已被其他客人预定，刚才是我疏忽了，不知道这件事。这样，为了表示歉意，本店您可任意挑选20匹新布，全当做是给您的赔礼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我看就是有人故意跟我们家小姐抢东西，你们狗眼看人低，才想这样随便打发我们吧？就是，你可知道我们家小姐出身夜游宫永家，是幕府幕修老祖的外孙女。小姐今天本来就心情不好，你呀，要倒大霉了，对吗，小姐？我哪有心情不好？本来占着理呢，被你这么一闹，我倒像个恶毒女了。奴婢唐突，区一个夜游宫，果然祸从口出。今日就算是夜游宫公主和木修老祖亲自来了，见了我的面，他们也只配下跪磕头。是，弟子乃月之宫公主之女。所谓先来后到，哪有让我们把东西让出去的道理？从来都只有别人顺着我的意思。这块日月幽檀的料子，我看上，你就别想拿走。
对方人多势众，我们难免吃亏，还是先走为妙。既然你喜欢，那就给你好了。我们走。这不是49天劫，这是99天劫啊！不是说只有即将飞升成神的大成修者，才会有99天劫的吗？我一个化神期，何德何能啊！这里哪里是渡劫啊？明明是要劈死我！我不会成为第一个被雷劈死的化神修者吧？如果我在这儿被劈成了碎渣，那人的脸一定被打得很痛。还是再挣扎一下吧。你安静坐好，不会有事。不是让你好好坐着吗？怎么不听话？司马娇，我心跳好快，不知道是刚才雷劫阵势太大，让我心有余悸，还是此刻的你太让人心动。
方才你做得很好，既然动手了，更应该练一练。杀了他。不要吧，我不要。司马交，你个卑鄙小人！你竟然让这魔域的贱妇来杀我！你以为你们可以长相厮守？找死！你的情必将受到这天道的斩断！不要！不要！你为何要这般于我之气？我说了你也不理解。我的确不解，那施真旭对我们心存杀意，又那般羞辱你，我才要你亲自动手。我知道你生在一个不杀人便会被人杀的环境中，我能理解你，但我也想坚持不到绝境不杀人，这不行吗？庭燕，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。那你想如何？我从来没有阻止或者强迫过你做任何事，所以你不能这样对我。可对于我而言，从来只有想做和不想做，没有不能做。对我而言，杀人就是不能做的事。你可以不喜欢杀人，但不能不会，否则便是被人杀。总之，我不想杀人。现在我也不想看见你。那你何时会想见我？师祖，施真旭所行方向应是灵火之处。您今日转化的施家傀儡人，也已经在附近的灵山为您查探灵火的下落了。我也去查探一番。我同师祖一起去。不，你在这里护着他。
报，圣女，我们在一处竹林里发现了神君的踪迹。来，你先坐这儿晒太阳，5时前我便能回来，到时候挖些笋子回来炖汤喝。好。哦，对了，你要是口渴了，水在你面前的桌上，厨房里还有剩菜，若是起风了，一定要把披风系上。对，就在你手边。好。那我走了。嗯。明月，你怎么在这种地方？你既然平安无事，为何不回玉清宫与我报个平安？我之前重伤，来此闭关休养，图个清静而已。叫你担心了。你伤愈了吧？明夜，你还要在这里住多久？你先回去吧，此处风光甚好，我想多住一阵。可你刚刚伤愈，总要有人照顾你吧？不如我留下来。不必了，有人照顾我。若有其他的事情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有一件关乎众多生灵的要紧事，我不得不告诉你。何事？昨日天兵来报，在一处山谷中发现了魔神的洗髓印，我这才着急来找你。若是魔气四溢，恐怕……洗髓印魔气强大，若污染了地气水脉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此事耽搁不得，走。你们2人带路。是。稍等我片刻。我们走吧。明夜，你随天兵先走一步，我回玉清宫取点法器便过去。好。僧九，纸短事情，无暇背述。忽闻魔气现世，我需立即赶赴。短则1日，长则10日，必定归来，与你一一解释。不告而别，念你，忆你，明夜。
那洗髓印就在中央，连这天坑也是被他砸出来的。魔神消散后，我立刻派人寻遍四周，才终于发现了这件魔器。你辛苦了。找这洗髓印只是费些力气而已。明夜，你失踪多日，杳无音讯，才是真的叫我劳心伤神。如今魔神已死，三魔器没了主人，虽然威力不比从前，但魔气仍能弥漫数里。若就这样放任不管，此地恐怕不日便会成为妖魔的居所。我听父亲说过，三魔器中，这洗髓印功用最为莫测，可加持魔气，又可用于封印结界一途。先前天兵们被俘获后，常常被此物洗去仙髓，灌入魔气，沦为妖魔。我实在不敢轻举妄动，一直派人看守着，直到找到了你。洗去仙髓，桑九是我的独生女儿，也是我们漠河的公主。为了你，自抽仙髓，此生无缘仙道。你现在一声道谢，便飘飘然地接过去了。我的妖气要反噬了。既然他能洗去仙髓，说不定也有办法为桑九重塑仙髓。我去看看。明夜。此无阴邪其表，却中平其志。若能将魔气洗净，或可弃邪归正，有别的用处。魔气暂时遏制住了，需尽快去。洗髓印魔气强盛，又已逐渐进入地脉。以我之力，也无法轻易将它取出。看来只能使用此法了。
护心灵，乃是蛟龙之灵中最坚硬的一片，待注入我的神力，可为屏障，暂隔洗髓印之魔气。林烨，如何了？洗髓印冲击此处地脉，二者已有融合之态。想要取得洗髓印，须得以一换一。我便用护心灵换得了洗髓印。那护心灵连着你的血肉，生生拔下，你怎能忍受？皮肉之痛，算不上什么。父亲当年与魔神作战牺牲，如今你舍去护心灵，替换魔气，责披一方，不愧战神之位。父亲若知晓此事，也定会觉得欣慰。我以施法降下9天甘灵，加上有护心灵的庇佑，用不了多久，这里便会成为一处心灵充沛的所在。此地山脉环绕，凹谷之中日月不照，便叫它不照山吧。还是明烨你想的周到。父亲有那么多的部下弟子，只有明烨，你继承了他的衣钵，也最懂他的意愿。那么父亲想要守护的人和事，你也一定会守护好的，对吗？走吧，先回上清神域。这便是火阳鼎。天地未辟时，火阳鼎的四足便是4时之序，鼎中之火便是灼灼炎阳，至阳之力。天昊在时曾开此鼎炼化妖魔，只可惜此法损元折寿，耗费甚巨。此后便一直尘封于此。用火阳鼎来净化洗髓印，确实再适合不过了。若能成，只需4个昼夜，便可净化完全。届时，便可用它来救治桑九。这火阳鼎中，春夏秋冬各为一时，以4时可炼化万物。燃我神髓，便可换得洗髓印，脱离魔气侵人，将来或另有一番造化。我们也就能重新开始。
这是何地？这里是核心镇水石所在，灵气最盛，可以借此护住他的一丝心脉。那就拜托你了。镇水神石在上，我漠河水族今日遭此劫难，是桑九之过。桑九心头之恨，非血债血偿，不可磨灭。只要能手刃仇敌，桑九甘愿堕魔。哪怕报仇身死，哪怕魂飞魄散，亦无怨尤。镇水剑，随我一道杀入神域。剐了天欢！为何心中忽然如此不安？不行，炼化之法凶险，须得静心施法，不能功亏一篑。怎么愁眉苦脸的？玄奘宫里的青鸟仙子前几日被卸了职，离开上清神域了。原来是害了相思病啊！不过我听说，最近好几座宫殿的仙娥都被换成了腾蛇一族的，说是天欢圣女的意思。如今诸神陨落，只怕上清神域不再是过去的上清神域。怎么又是你这个小精怪？贵客到此，有失远迎。天欢人在何处？请随我来。圣女开恩啊！我们也是辛辛苦苦的修炼了好几千年，才觅得机缘进了上清神域，求圣女不要赶我们走。我当然知道你们修行不容易了。不过这也怪不得我，要怪啊，就怪桑九吧。此事与桑夫人何干？因为你们伺候过他，所以我现在看到你们就觉得厌烦。怎么样，这个理由足够了吧？若我不走呢？你说什么？我是随明夜战神来到玉清宫的，想来明夜神君也是玉清宫的主人。若圣女非要赶我走，那就当着他的面分辨个明白。你拿明夜威胁我？从前的12神明皆在之时，上清神域也不是谁都能独断专行、狐假虎威的地方，凡事都要讲个公道。
小小花仙也敢冒犯我？圣女饶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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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报！圣女，漠河桑九求见，说是想向圣女亲自赔罪。还未对他动手，倒是自投罗网来了。桑九，你不觉得现在才来和我赔罪，已经晚了吗？不对，天欢，我来这里是为了要你的命。竟然入魔了，真是个肮脏下贱的棒妖！可惜了，圣女，你今日注定要死在我这个肮脏下贱的棒妖手里。时机已至。桑九，我很快就可以为你重塑仙髓了。神君，神君，神君救命啊！刚刚有个魔女杀进了上期神域。魔女，她抓走了天欢圣女，往东南方泉水处去了。
桑九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入魔了？明夜，你终于来救我了，他抽走了我的仙髓，救我！桑九，若你还能听见我说什么，就把天幻的仙髓放下，到我这里来。放下。桑九，你放开我，我一定要杀了他！神君，先救人。是。桑九，你究竟遇到了什么事？为何入魔？事情就是如此。神君，绿萼死的实在是冤屈啊！放心，我定会为你们讨回公道。先起来吧。你们今日受了惊吓，先回去好好休养。谢神君。漠河当真已被屠戮殆尽了。就算是被裹挟逼迫，可你们身为上清神域的天将，怎可如此奴颜婢膝、助纣为虐？神君，我们知错了，我们都是受了天欢的蒙蔽。那日从漠河回来后，我们就一直觉得良心不安，还望神君看在我们为神域效命多年的份上，功过相抵，从轻发落。饶了我们！你们几人废去修为，打入地牢，等候发落。滚！带走。是。敢问药王，桑九如今的情形，应当如何医治？我总不能一直用弱水绳索捆着他吧？入魔多是因心绪激荡、道心不稳所致，桑夫人全族尽灭，痛苦难当，因此堕魔。心病当以心药来医。心药？这谈何容易？我去看看他。且慢，神君若此刻现身，恐怕又会勾起桑夫人心底悲痛，会使她继续沉沦魔道。不如暂时让她独处，以神域纯清之气消解些许魔气，每日送些化浊生清的膳食汤药，待她心绪平复，再相见为妙。神君，虽说此事因天欢而起，但桑九堕魔，今日闯我天门，杀伤我天兵天将也是事实。上清神域自有法度，神君万不可偏私心软啊！是啊，神君，上清神域从来就与妖魔势不两立，否则雨神他们的牺牲又有何意义呢？